有请1号男嘉宾。大家好，我叫李书涛，今年23岁，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看到我的家乡时，会先想到我。你说的是鄂尔多斯吗？对，没错。你猜他们会先想起杨荣山，还是想起你？就是很多人想到热干面，他就会想到武汉；想到手抓饼，就会想到陕西。好，我希望等会儿，手抓饼？不是，那个肉夹馍，不好意思，肉夹馍啊。所以我就希望在我们之间建立了一些感情基础的情况下，我希望他想到我的城市的时候，而是会先想到我。鄂尔多斯在内蒙古的中部。鄂尔多斯最有名的，除了羊绒山之外，他们有4个字概括那个地方。他们说叫扬煤吐气，扬是指羊绒山，煤就是他说的煤矿，那边有露天煤矿，土是指稀土，稀土是我们国家非常牛的战略物资。气，天然气，你们那个地方的天然气挺多的。9号。那你看到你前女友的家乡的时候，会想到你前女友吗？哎，问得好。很巧啊，我前女友的家乡就是内蒙古。哇！第2个，我不希望另一半在我出门的时候会介意我必点小孩菜。小孩？什么是小孩菜啊？小孩菜呢，就是大家小时候爱吃的菜，比如糖醋里脊啊，鱼香肉丝什么的。对，没错，就是这个，这是这些小孩喜欢吃的。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些，然后希望你可以不要介意。陈小旭，我在想，就是小孩菜的定义是不是就是可能很多东西小孩吃了对小孩不好，但是像这种菜就是可能它性比较平和，然后小朋友吃了不会有，比如说大补啊这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是因为它甜。哦。对，吃上很舒服，就很安心。1号。男嘉宾你好，香菇蒸鸡腿啊，然后肉末蒸蛋啊，这种比较清淡的饮食我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出去，然后我都会点到3菜1汤，然后3菜里面包含了2个青菜，1个肉，然后1个汤。我不知道这样的饮食习惯对于你来说能不能接受呢？可以接受啊，对吧？人是会变的。好，来看片子。如果给什么尔什么斯填空，你会填什么？鄂尔多斯，这是我的家乡，一个因为羊绒而被熟知的暖城。我是李书涛，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我，那就是草原上的雄鹰，自由、果敢、精准出击。大学毕业后的一次旅行，我路过了杭州，藏在丹青水墨背后的它，是钱塘江水潮涌的拼搏血脉。我果断决定毕业后来到这里发展，温暖的小家一眼就相中，面试第1家公司就顺利通过，也决定直接入职。我现在在一家杭州的文化公司做产品运营，我觉得计划太长远，是给自己画饼，每一个当下都是最好的安排。一个人在杭州的生活，下了班我会骑上自己的摩托车去健身房。我从不追求速度，享受着一路的风和自由。后视镜里一路倒退的万家灯火，我相信会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一盏。回到家中，我习惯躺在沙发上，刷社交平台最新的推送，
机车、动漫、配音、健身，推送业有着我一个人独处时候的所有爱好。偶尔也会有一些让人汗流浃背的推送，有人可以分享这些奇奇怪怪，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乐趣。你敢和我直接交换你的社交平台推送页吗？周末宅在家，我爱给喜欢的影视片段配音。武当王爷拜见老天师，过去无可挽回，未来可以改变。这也是我和朋友拉近距离的社交杀手锏。熊二，熊就要有个熊样。用动漫人物的语气去聊天，能和我对上的那就是同类。生活里我会留意声音的质感，比如深夜电台、地铁站播报。您好，这是你的外卖。如果外卖小哥的声音好听，即便我上一秒还在烦闷，下一秒就会被治愈。女朋友对你夹子音的话，你怎么看？这让我感觉应该是她爱我的表现吧，毕竟只有在喜欢的人面前才会不自觉的夹子音嘛。她可能需要我帮她做点什么，我感觉这样很可爱。笨蛋起床啦！笨蛋起床啦！如果可以和另一半互用对方的声音做起床铃声，那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想有幸在我未来的世界里，可以充满你的声音。这男嘉宾不仅长得帅，而且声音还好听。就是你喜欢配音这个事儿是吧？对，没错。你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哦，我这个还确实是准备了3个片段，然后也代表了3个关键词。这3个关键词连起来，就是我对于爱情的一个看法和态度。就是可以选一段。谁选？你选还是我选？女嘉宾选。找哪个女嘉宾？您选。陈小旭，你愿意吗？我愿意。哎，好，来。介绍一下你们接下来要干什么？我们接下来要配音。哎，你们接下来怎么配音啊？男女搭档来开，啊，那我想选第2个呢。没有。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想得很清楚。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你了，我想娶你，我想跟你成亲，我想跟你白头到老。你是疯了吗？在情爱这一块，我可能很迟钝，可能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是我跟你一样，一旦我选定的东西，我不会后悔。青梅尚未备齐，暂且以此为礼。你愿意吗？我愿意，我愿意。你加了一个我愿意是吧？加了一句词儿。但是你不觉得这2个人就跟这2个人都很像吗？谢谢陈小旭，谢谢啊。5号。男嘉宾，男嘉宾。哎呦，哎呦，你确定你只喜欢夹子音吗？我没有啊。可是，那你喜欢御姐音吗？都还行吧，就是众生平等。其实什么音呢，它都有自己的原因。来23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之前其实对配音也很有兴趣嘛，然后我经常会换不同的声线说话，就比如说有时候会说，就是比如说像我会这样子来跟你讲话，就是这样听着可能让你非常的能够放松。哎呦，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东西，或者还有就比如说，可是哥哥这样子讲话，我真的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哎，这个好厉害啊！高手云集呀，这里。
然后就是想问问男嘉宾，像你平常就是自己配音的话，你会喜欢用，或者说会比较习惯用哪几个声线来进行配音呢？我吧，我也还行，我就是什么声音我也其实我很喜欢变的，就是比如老头啊，就哎呀这种，对吧？原来是这样，我真的懂了。哎呀，妖魔鬼怪快离开！这个我还是蛮喜欢的，我私底下会偷偷的配，但是不会让别人知道，这个比较尴尬。懂了懂了。对。有一个话题是我以前没有聊过的，你们愿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视频推送页？6号。男嘉宾你好，我非常愿意公开。那你知道有一个软件现在可以就是同时一起实时的去看那个推送页吗？知道，没用过呢，知道。那有没有可能就是男朋友邀请女朋友一块登录刷的时候，这个大数据就按照他过去的那些去未来？有这种可能，所以他们就视为一种信任和坦诚的表现。哦，懂了。15号。男嘉宾你好，我也特别喜欢去交换手机，或者是直接去给朋友去看推送页。就像我前男友的时候，他外表就很高冷嘛，但是我看他某音或者某书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居然看的是那种特别有趣、特别搞笑的东西，就感觉反差好大呀，这个人，就是哇哦，就是那种感觉。我也是。这个倒是挺好，就他日常生活中下意识的关注的方向。这个是真正的他嘛？就是对他天天刷的一定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与自我相处时候选对，择。然后你看他私下最放松时候看的东西，也就了解了他。但是我觉得这个两个人交换也蛮重要的。如果你看完他所有的推送的东西，你觉得好没有一条你喜欢的，那真的是聊不到一起了。看下一条。他步伐很快，满楼道的找人。他最开始找的不是我，后来朋友告诉我，他对我一见钟情。在暧昧阶段，我们就是异地，我们唯一的维系方式就是手里的屏幕。从白天聊到晚上，他就像只小兔子一样。每天有着说不完的话，感情里我不像雄鹰，我似乎总是慢半拍，高冷的像一只傲娇的狐狸。他仍旧经常对我表达自己的好感，渐渐的，我被他情绪所感染。每天的聊天都让我觉得很开心，一想到他的笑容，我开始有了心动的感觉。一个契机，他来到我的学校。我下楼，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他害羞地笑了。我想我该主动了。在一起后，我们仍旧异地，线上的事情事事有着落，渐渐有回应，却比不上见面的悸动。假期是我们唯一的见面方式。有一次见面，他送我一条亲手织的白色围巾，他花了1个月的时间。即使我们不见面的日子里，也有着时间所倾注的感情。但后来，他开始有了变化，日常的分享变少了，和朋友聚会也几乎都不告诉我。我渐渐感到了不安。很多人觉得异地最大的问题是见不到面，但对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变化并不是因为我，有可能是因为别人。后来他跟我说，有个学长在追他，我想去他的城市里找他，但却被他拒绝。慢慢的，我感觉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先炙热的他却先变冷了，慢热的我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分手后，我消化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原本联系的人突然消失，说的人早忘了，只有听的人还记得。3年后偶然的机会，我们加回了联系方式。简单寒暄之后，没多久他又把我删除了。这一次，我没觉得难过，我感觉我走出来了。
未来的他，我仍然希望他像兔子一样，果敢机敏，有趣灵动。我是狐狸先生，你会是那位兔子小姐吗？24号。男嘉宾你好，想问一下，你 VCR 中出现的你跟女朋友在一起的原因，是真的，从聊天中发现了她的闪光点，还是由于在聊天中她提供的情绪价值打动了你？是在聊天中发现他的闪光点吧，他能给予我很多让我很开心的点。这个其实和情绪价值有一点相关，因为人都是靠感情寄托的嘛。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这种聊天的对象其实是没有特异性的，就是换一个人也可以给你提供相同的情感价值？这个前提是我会对他，就是我会对他也会有一点意思。我觉得我俩没有那个感觉，这个东西是靠感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不会跟他展开，就是再往后展开联系的。20号。男嘉宾你好，刚刚在 VCR 中，我能够感觉到你在感情中是一个慢热，然后有些被动的人。那我就想知道，就是经过这段感情之后，你会就是因此而改变吗？这个我感觉很难改变，因为可能从小就是这样的性格吧。好的，谢谢。19号。男嘉宾你好，我刚看你2个 VCR 视频，一个说你觉得自己像雄鹰，一个觉得自己像狐狸，那你觉得你到底是像哪个动物多一点呢？因为你刚才说你像雄鹰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特别想回你一句，我说如果你是雄鹰，那我想成为那个熬鹰的人。对，所以你觉得你到底是像雄鹰还是像狐狸呢？就是在2个人感情之中，我像狐狸的那种，就是狐狸尼克的那个性格，慢热的那种。对于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是像雄鹰一样。它有3个特质嘛，就我感觉和我也很像，就是自由、果敢，还有精准出击。哦，他不是说像狐狸，是有一部动画片。狐狸 Nick 那个《疯狂动物城》里边的一个。疯狂动物城里面有一对感情模型，然后那个狐狸先生呢，开始的时候有点冷。但是兔子小姐呢就非常的活泼，然后慢慢的呢，他们就走进了彼此。所以他讲狐狸先生是因为开始可能有点被动，对，有点不太敢相信爱情，但是后来慢慢被融化了以后，是一个很深情的人，融化了他内心的大冰棍儿。6号。我想说，那你是不是就是必须要女生在前期非常的主动，去融化你的心房，然后你才会对他慢慢的温暖起来？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它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够情投意合，就是像那样的经历，我感觉我的性格可能确实是比较慢热，不会主动的。最后一个问题，5号。男嘉宾，我其实想知道你慢热的背后是否有一段经历，或者说是不是和父母的相处中有什么影响到了你呢？因为我想到，如果2个人在一起，如果他们的热烈频率不同，可能会有些麻烦。比如说，我这边已经开始炙热了，然后你还是冷却的，等你那边开始慢慢炙热起来，我可能已经在前面的交往中积攒了很多失望。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我其实想知道你慢热的背后是否有一段经历，或者说是不是和父母的相处中有什么影响到了你呢？因为我想到，如果2个人在一起，如果他们的热烈频率不同，可能会有些麻烦。比如说，我这边已经开始炙热了，然后你还是冷却的，等你那边开始慢慢炙热起来，我可能已经在前面的交往中积攒了很多失望。不会吧？因为这个前提是我俩没在一起之前的话，这个会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吧。但是在一起之后，就是会像情侣一样那样，不会再有什么我在这里端着啊，他在那边得灌着我，得融化我，对吧？所以你是要看到爱、感受到爱，你才会去爱，是吗？对。现在留灯的是13号、14号、23号。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有请13号、23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看大饼。15号。来看一下自推是李书涛的自推女生是12号王梦瑶。男生自信、细致、沉稳、独立，有行动力，感情中慢热也慢冷，渴望既亲密无间又各自有个人空间的爱情。女生自信、爽朗、单纯可爱，感情中温柔包容，能够跟随另一半的决定，也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女生的积极回应会让男生感受到舒适与轻松，两个人是甜蜜又轻松的一对，供两位参考。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周婉月，你所不知道的我，喜欢这样的你，我的音乐生活。1吧。属于全能型街舞爱好者，经常需要排舞比赛或者团训，在大大小小的赛事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还在高校街舞比赛中当过裁判。赵美文，鸳鸯火锅，如果你也是我的情绪。如果你也是。满足但不拘泥于平平淡淡的生活，永远相信爱与梦想，始终相信前方终有自己喜欢的风景。如果你也偏爱于这些，请和我一起并肩吧。王梦瑶，生活中的我，小心愿，恋爱中的我。1。工作之余的我喜欢宅在家里，陪陪我的猫猫狗狗，喜欢带它出去玩，认识一些新朋友，接触大自然。空闲时间喜欢和朋友一起拍照，一起旅行。我喜欢海边，也喜欢日落，更喜欢海边的日落。日落归于山海，会有多少人在回家的路上？有好朋友的海边就更快乐了。我们一起慢旅行，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这就是我的生活啦。陈小旭，我的生活，我的恋爱状态，我和我的小伙伴。1。Hello， 我是小旭。可能在大家眼里我是这样的，但其实我是这样。慢热的性格也在慢慢观察身边一切有趣的事物。那这个就是我的小猫团团啦。合格的铲屎官可是要学会盖被子的哦。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里。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话，我想微风会比较合适。它不似阳光般热烈，却有着适宜的温暖。它不似鲜花般娇嫩，却能带来不一样的味道。它是看不见的风，也是自由自在的风。它是围绕在每个人身边的风，却也是想穿过人群去拥抱你的风。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我想知道你们在面对坏情绪的时候会怎样解决？看是3号。如果说我的男朋友在我的身边的话，我可能首先会选择就是可能会依靠我的男朋友。如果说他不在我的身边的话，或者说我是单身状态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去湖边吹风吧。因为我非常喜欢水波在湖面上漾荡的感觉，然后每次只要在湖边一吹到湖风，一看着湖面，我的整个心感觉就会平静下来。
我会带上我毛绒的小宠物，漫无目的的走在城市道路中，或者是去跟朋友一起去聚会，但不会一个人待着。我会跟朋友倾诉一下吧，我觉得就像倒垃圾一样，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给它倒出去，然后我就会挺开心的，心里空空的那种感觉。做你的朋友还挺倒霉的啊。裴小旭，如果有男朋友的话，我可能第一时间会和另一半倾诉；但是如果是单身的状态的话，我会选择自己去消化这些情绪，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可以选择性遗忘一些负面情绪的人。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坚持我的心动吧，坚持我的心动吧。3位女生请回。怎么说呢？就是我第一开始扫过去的时候，我感觉他会有点吸引我。我不知道，是因为啥呢？我确实就是我没有犹豫，反正我直接就选他了。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在一起之前，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坚定的选择，然后就这样。15号。刚才接触就是刚刚也有看视频，还有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你是一个很有趣的男生，然后很有就是有礼貌，也比较温柔。但是在看感情那段的视频中，我发现你有一点点慢热，然后不太会主动。我希望另一方更加主动去追求我，这样可能有一点点那个过分，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的真心会被更好的女生去看到吧，谢谢。没关系，谢谢。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坚持15号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性格就比较果敢，我在台上也说了，我选择的事情我一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去更改，所以到最后我也坚持了心动女生。我表达出自己在感情中会比较被动，然后这个情况让很多女嘉宾都灭灯了，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但是我也明白了，在感情中其实男生要更主动的去面对这段感情，才能让我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往好的方向发展。有请下一位男嘉宾。Hello， 大家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蔡鹏一，然后今年30岁，来自河南郑州。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我跟我的另一半可以能唱彼此最美的情歌。你喜欢什么歌？我找人来给你 K 歌。可以唱一首《我要你》吗？你来。我要
陪在你身边。我要忘词儿了。你为我梳妆，你为我梳妆，落叶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看着天亮。好好听啊！好。唱这么深情的歌，一下把词儿给忘了。确实是，但是刚才5号那一声出来的时候，我浑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就是这么深情的歌词，它掉下去的那瞬间，好像被一个天上来的声音给托起来了。天籁之音。哎，我要你是吧？哎，他说我来了。6号。男嘉宾你好，你会唱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吗？我可以唱2句，我们一起可以吗？他的口头禅，我们一起可以吗？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了解你，慢慢的你走在一起。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女生唱的挺好的。哎，我觉得男生是有个魔力，不管谁跟你合唱，就会显得他们唱的非常好听。真的，我认真听了，真的天籁。原来没觉得有那么好啊，被他陪衬。你的第2个诉求，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总是秋后算账。他们不会秋后算账，他们立刻就算，秋后是翻旧账。6号，男嘉宾你好，那万一当时你们是在一个正式场合，他生你的气了，但是当时也不能给你发出来呀？对呀。如果他私下跟我讲，我还是会听的。就是说我希望是这件事情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解决。那你对于翻旧账怎么看？就是他把之前觉得我做的不太好的地方都记到心里边，就是拿个小本本记下来，然后100分开始减，然后最后剩1分的时候分手。好，懂了，谢谢。刚才6号那个问题问得很好，你要不要解释一下秋后算账和翻旧账之间的区别是？我来解释。哎。秋后算账就是你不有春夏秋冬嘛，对吧？春天的时候我犯下的账，你留到秋天来给我解决，就是这可能时间有点长，会把所有的这个不好的情绪啊，或者做的不好的事情都积累到一起。然后翻旧账的意思，其实你就把之前的事情统一的给你罗列了一遍。他翻旧账，他的理解可能是利数一下，但是秋后算账是加利息憋一个大的。对，憋大招。从破坏力来说，秋后算账大于翻旧账。女孩跟你翻旧账，你这样你要数落你翻那么多旧账，那还是往下过。秋后算账，刚才陈明说的那是憋个大的。当我跟你算这个账的时候，那就基本上 game over 的。好，来看片子。你眼中温柔细致的男生是什么样的？随身携带纸巾，帮朋友叫车，随时分享行程，每天注意天气变化。明天天气预报有雨啊，记得带伞。每晚在床头放一杯热水。这些都是我习惯做的事情。我叫蔡鹏一，一个朋友眼中温柔且细心的男生。我曾做过4年多的空乘，职业的训练让我比普通人更加情绪稳定且有耐心，但个性温柔不代表没有力量。现在的我开了一家传媒公司，把摄影的兴趣发展成事业，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工作，
让我觉得自由且有活力。生活中，我是一名户外发烧友，帆船、海边摩托车、冲浪，这些海边运动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除了海边运动，我也喜欢爬山，曾经爬过4姑娘山、武功山。登山前，我会做好充足准备，该带的行头和装备不能少。登山时，我总结的诀窍是：上山要攻，下山要挺。我觉得登山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要往高处走，我们就得谦虚的做人；而下山面对逆境时，我们必须得挺直腰杆，直面挑战。到达山顶后一定要拍照，但我不喜欢千篇一律的剪刀手，我会寻找不同的角度与自然合影。生活中，我喜欢唱歌，走路唱，开车唱。心烦的时候，我会去听一场 live house， 那种近距离听歌的纯粹感和参与感，可以让心情得到治愈。未来，我期望遇到一个脾气温和的女生，我们一起户外，一起旅行，一起唱最美的情歌。这是你的？对对对。哦。登顶成功。这是4姑娘山，然后你登到大峰是5022米的时候，他会发给你一个奖章。一览众山小啊。这是我们当时，因为4姑娘它比较高嘛，所以说我们要分成2段去爬。第一段的时候先去到大本营，你要徒步爬6个小时到大本营。到大本营之后，你中间开始去休息。第二天早上的3点凌晨开始爬，爬到这个顶峰的话，一共是需要4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所以你这个登山跟大家说的那种生活中爬紫金山是两个概念。两回事儿。是真的登哈。这是一种类似于体育探险了。对。我们说的爬山嘛，那是休闲活动。孟老师不是也去过4姑娘山？我去的是作为游客去的。李慧。男嘉宾你好，我也很喜欢爬山，我有去爬武功山、巴朗山、黄山、庐山。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李慧。男嘉宾你好，我也很喜欢爬山，我有去爬武功山、巴朗山、黄山、庐山。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去爬泰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然后我下个目标准备去爬那个云南哈巴雪山，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这个也是我的计划之中的。哎，那你们一签了手，就马上就可以去了。李慧慧。你好，男嘉宾，因为我也是超级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我比较喜欢一些潜水呀、跳伞之类的项目。这是我在西双版纳的一个徒步，穿越丛林探险，还有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潜水和一些桨板、尾坡冲浪之类的。但是爬山，男嘉宾我还真的没有太去关注过，因为我们家那边的山都是石头山。如果您可以推荐几个比较壮观的。比如像云南的南极落，你可以去试一下，因为它不是山，它是湿地跟草原还有瀑布就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它没有大家走过的路，全都是你自己去踩过去的。然后因为像云南那边不是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嘛，所以它的自然风光会非常非常的棒。啊，那我跟我这个版纳差不多，只不过你是往山上走，我是往平。对。对，谢谢。哎，李慧慧也是你河南老乡，而且她也是空乘礼仪专业毕业，而且她也喜欢探险。这么行？看个非常棒。22号。男嘉宾你好，刚刚看到你 VCR 里面说，就是你是一个温柔细致的男生，然后我想问一下，你的温柔细致是对所有人的，还是说就会有一个区分，对女朋友是这样，对朋友是这样，然后对陌生人又是另一种样子呢？我这个是会区分的，因为对于女朋友来说的话，我基本上生活能够照顾到她的都会去尽量去照顾她。然后像朋友之间的话，只能局限于一些朋友之间的一些照顾，比如说朋友喝多了，我可能帮他打车或者把他送回家，仅限于这个样子。如果是陌生人的话，那就可能会冷一点，但是正常的礼貌我还是有的。好的，谢谢。20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对你的工作经历其实蛮感兴趣的，因为从空乘到这个自己创办传媒公司，这个跨度还是蛮大的。我想知道是因为什么契机，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做出了这个决定呢？
我觉得因为空乘他休息的时间它是固定的，并没有很多的时间让我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我后面想着觉得应该趁着年轻，应该多做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所以说我就决定转行。好的，谢谢。好，看下一条。第一段感情相遇在飞机上，我对他一见钟情，很快我们便在一起了。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但对于我的帮助却觉得理所当然。比如有一次他忙，他让我帮他写工作总结，可之后这件事情仿佛变成了我的事情。还有一次，我帮他拍了一套古装照片，在网上收到很多人的点赞，他享受被人夸赞和追捧的感觉，于是要求我每周都帮他拍一套。但我当时忙得抽不开身，于是帮他找了一个专业摄影师，可他却不满意，觉得我对他不再上心。这两件事情本身就不大，但是当时我真的很忙，我也跟他解释了，但他总觉得我应该对他的要求随叫随到，事事有回应，否则就是不爱他的表现。这样真的让我觉得很累。第二段恋爱是朋友介绍的，她脾气很好，从来不发火，但越是表面平静的女生，爆发起来越让人措手不及。哎，你看这个项链好好看啊！那我下次逛街给你买啊。好。刚吃完饭，我们逛街吧。要不你们先逛，等一下我忙完回来接你们。好吧。那我先走了，拜拜，一会儿来接你哦。分开后不到2个小时，我接到了他的电话。喂？我们分手吧。什么？我这辈子最恨别人给我画大饼了。什么大饼啊？说好的买项链做不到就不要说啊！你听我给你解释。喂？等我想通过微信跟他解释，他已经把我拉黑了。我就这样遭遇了断崖式分手。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给他画大饼，我真心想给他买那条项链的，让他开心一下。但是当时工作忙，真的给忘掉了。如果当时他提醒我一下，我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忘掉。但后来他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恋爱中我不喜欢你有什么事情都压在心底，如果有想法，希望能及时沟通。未来我期望遇到一个让我心跳加速的女生，我们彼此坦诚，互相欣赏，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事。那个项链妹妹，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大概半年多吧。你现在想起来这个分手，你觉得遗憾吗？我觉得挺遗憾的。你看，我觉得这些妹子都比你有水平。啊，这有什么好遗憾的？外性，你看这。2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你第1段、第2段的经历都是因为没有回应，所以这2段经历其实都反映出来，你可能一直都是没有去做到，所以我想听一下您怎么就是解释这个事情。就其实我平时算是一个挺细心的男生，但是事情比较多的话，有时间的讲了一句话，我可能没有接到心里边。就是因为上一段他不会去跟我沟通嘛。如果说他把事情跟我沟通了，提一下说，你前面不是说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干嘛干嘛嘛，然后我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忘记的。明白。可能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做法的话呢，就是记下来，有空的时候1周的时候、2周的时候，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去做好。觉得女生可能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好的，记住了。1号。男嘉宾你好，其实我有一个疑惑，就是跟2号其实是类似的，因为我看到您的第1段感情经历是因为他给你提了要求，然后你把他给拒绝了。我想问一下，在双方关系中，您是一个经常会拒绝对方要求的一个人吗？我在平时的话，基本上很少去生气或者干嘛。基本上他提的要求，如果不是特别过分，基本上都会去满足他。我想问一下，就是有哪些特别过分的要求您不会同意呢？就是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只是给忘掉了，就是因为上次那种事情导致了。王梦瑶。男嘉宾您好，
你一直强调说你是一个很细心的男生，那在女生的情绪变化的这段过程中，你没有发现、没有感受到吗？或者有没有问他，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对呀。就是因为上一个他不善于跟我去沟通，我问他，他就一直会说没有事情，没有事情，你做你的就好。就如果说他愿意跟我去相互沟通一下、交流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完全可以解决掉的。那我觉得刚才那个1号、2号提的那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的是，他说了前后2个女朋友，第一个女朋友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要求男生帮自己写工作小结，第2个要求是每周拍1套古装的照片。大家觉得这个合不合理？就是比方说啊，男生说你的工作小结我偶尔帮你写1次，我觉得可以帮你，但是毕竟是你的工作，是吧？你不能每一次的工作小结都要求我来承担。第2个呢，就是说我偶尔帮你拍1套照片，很开心，但是你每周都让我拍，自己又是空乘，他的时间又不是完全能掌控，所以在这个里面都是能够体会到一个女生对他的要求好像超越了一个边界。第2个女朋友呢，就是说她想买1条项链，然后那个男生也答应了，但是那个女生不会说，哎，什么时候你去给我买，她只是暗戳戳的说我要去逛街喽。但是这个事情对男生来说，他没有指向，直接说逛街就等于要买项链，所以他就忘了然后女生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提一个要求给你，但是你没有接到我的暗示，而且那个分手也非常的武断，就不听解释就直接拉黑。所以就是光从他的描述来说哈，我觉得似乎这个男生委屈一点。但是男生你也要考虑，就是他看起来比较逾界和过分的要求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就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警觉。就你刚才对方说，那什么样的要求？你说我生活中是很好，只要不是特别过分，我都可以满足。他什么叫特别过分？你说没有特别过分。所以其实那种越界，它是一步一步累积的。给我拍了不错，帮我修了不错，帮我写工作报告，直到推到一个你实在无法承担的后度，推到完成不了的时候，结论叫你不爱我。对了，然后他生气了。所以你要考一考这个是不是要再往前推一点 ，say no 的那条线。刚才黄澜说了一个词儿，我觉得很好，叫暗戳戳。半年的恋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男朋友答应送女朋友1条项链，可能忘的时候，健康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说，哎，你说好的项链的什么时候买啊？我快过生日了，你不要忘了，我明天休息。哎，大大方方的一句话说，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事儿的一个事儿。他让男生觉得刚才说了委屈或者觉得不解的是什么？他给我们一种想象是什么呢？行，我看着，我就看你忘没忘。你要买了，按时买了，还则罢了；如果没买，你不爱我，你对我的事不上心，你是画大饼，等等等等，他会延伸出很多，上升到某种评价高度去。本来很简单，提醒一句话的事就解决了，他把它导向了一个可以对你的人品做出评价的一个高度，而且导致了如此决绝的分手。反应是不是有点过大了？13号，男嘉宾你好，第2段感情呢，我觉得其实我还挺能共情那个女孩子的，就是因为我也是从小家庭会教育我说不要主动问男生要礼物，所以可能在他觉得他给你提出来的那一刻，他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想要这条项链。但是你当时是不是也应该把他的话多放在心上，抵消到他这种，就是很为难的这种情绪，所以他可能积压了一段时间才会这样子。因为就是我们相处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如果说他能够愿意把这个事情就是就刚才孟非老师说的那种，就是直接跟我讲出来，我不会去在乎说他会问我要什么东西，然后我只是会觉得你愿意把你心里边想的事情跟我分享出来，而不是藏在自己的心里边，等到哪一天再去爆发。到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是这个事态都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了。最后一个问题，刘宇航。其实我比较同意13号的说法，就是其实这个女生在分手的时候跟你说她最讨厌画大饼，
你也知道你的工作比较忙，你就没有想过在网上给他买一条精致的、好看的、类似的一条项链吗？当时可能就是我把这件事情给疏忽掉了，后面就是认清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也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下一次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记到小本本上。我也想跟男嘉宾稍微说两句，就是我对你的印象还蛮好的，给你2个小小的建议。刚刚小旭刚才那段话也有共情的。一个女孩，如果她不是隔3差5就跟你要东西，而是相处了半年以后，她想要一条项链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东西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项链又代表了某种情感。当她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她就等着那个男人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买？如果很快找了一个机会买给我，说明他很重视，是一种承诺。但是一直等没等到，所以他可能那一天拉黑的那一刻，他其实也是很难过的。所以怎么样更好的理解那个女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第2个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对方秋后算账，那么你在平时跟他沟通的当中，也应该很强烈的表达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所以就是在这个不断的恋爱的过程当中，找到更好的沟通的方式。明白明白，谢谢。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我觉得今天的表现一般，可能就是上台会有点紧张。女嘉宾的一些问题我转的不是那么快，所以说回答的可能不是那么的是达到他们的满意。以后在跟女孩子相处中，可以更加的去完善自己。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大家好，我叫黄世杰，今年24岁，来自杭州。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的第一个诉求呢，是我希望我们在一起之后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秘密基地。哪种性质的基地？相对于是属于自己可以独处的一个环境。哦。因为我正常在工作中呢，工作压力可能会比较大，属于自己时间可能会有些少。再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探险的人。有一次我在杭州的这个城市，我找到了一个我的秘密基地，是浙西天池。因为它的秋天呢，它有一片芦苇是特别的漂亮。哦。对。冬天呢，整个江浙沪它的维持的雪景是最长的，因为它是处于一个高山的状态。哦。对的。我有一点理解，他说的其实是一种灵魂后花园。是的，就是它一个灵魂的归宿，一方景点，不是一个物理空间。我瞬间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我们2个要好的女同学，一共3个人，我们就会偷偷的跑到我们学校对面的一个叫长桥公园的地方，那边人很少，我们3个人就偷偷去一下，然后回来以后就感觉哇，满满的能量。很烦的时候又偷偷去一下，就变成我们3个人永远约定好的那个属于我们的秘密基地。对的，对的。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也是来自杭州，然后我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秘密基地。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可能更安静的一个地方，就是湘湖。它非常的舒适，它的风景也是不逊于西湖的。
也是我每一次在杭州可能说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也会过去疗愈一下自己。对的，我理解你。相互，无论是从景色还是从一些人文，都是很舒服的。呆呆，王梦瑶，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去年有去到三亚的疍家鱼排。疍家鱼排上面的那些渔民，他们是在海上生活，就是你坐着那个渔船，然后离开陆地的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好像与世隔绝了。就是你只要在那个民宿上，就是听听海声、吹吹海风，然后吃吃他们的海鲜，他们也会带着你去坐渔船去捕鱼赶海，我觉得那种感觉很放松。是的，是的。假如说是你自己向往的地方，你做平常事情都会让自己放松下来。我们有同样的感受，谢谢。好，你的第二个。是我不希望对方会介意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听书。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是我不希望对方会介意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听书。听哪些书呢？因为我睡眠不太好。所以，之前也想过很多方法，比如说吃一些褪黑素，针对一些治疗之类的，但是效果并不好。自从我，有了听书这个习惯之后，我发现我的睡眠好的同时，我还可以去吸收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哦，那谁的书一听他就想睡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正常是比较喜欢一些历史剧啊、探险剧，再是一些文言文之类的，还挺杂糅的哈。仓央嘉措最美诗词合集，听了就想睡。雪中悍刀行。对的，对的。这不会觉得很刺激吗？对呀。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冒险的人。19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介意你在晚上睡觉听书助眠的时候，你的女朋友还没有睡，可能在玩手机啊这些吗？理解的，因为我正常情况下，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开功放之类的。如果另一半可能他没有睡，我可以戴耳机的，但是可能没办法听到你的及时反馈，你可以轻轻叫我一下，这是可以的。我倒是有另外一种推荐，那这也挺好的，听听书啊。你们可以挑战一下，比如说你们到某红书上去看一下，就是那种阅读难度极大的那些书，比如俄罗斯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什么黑塞的这些书啊，你试试看。哎，有的时候一看，确实一般人看不下去，一般看不到第2页就昏迷过去了，效果很好，助眠。如果你看下去了，哎呦，并且觉得很精彩，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人生一下上了一个台阶？它2种功能都是我要的。对的，学到了，学到了。好，看片子。每一次呼吸都是向前的动力，每次踏步都是向目标的跨越。我热爱短跑，我的性格也像短跑一样，热烈有冲劲。目前在医疗美容公司工作，作为公司新人，跑是我的招牌技能。早8出门，深夜回家。如今各行各业非常卷，只有找到自己的无可代替性，才能率先到达终点。短跑需要信念感，而我就是一个非常有信念感的人。靠着信念感，我从一个180斤的小胖子成功减肥增肌，但是也因为信念感出过糗。当时我朋友正好想组一个局，一起想从杭州去泉州，我可以骑机车去，也比较拉风嘛。骑了2-3个小时的时候，我才发现事情不对，太热了，当时正属于一个盛夏，我的汗直接流到了我的裤腿里，靴子基本上是灌满了水，所以我忍着所有的痛苦，将近骑了将近10个小时。转眼来杭州已经2年了，在这里只有工作，没有生活。只有工作伙伴，没有贴心朋友，所以只要累了，就会想到我的精神老家延吉，那是我的外公家。只要有时间，我就回延吉充充电。
它靠着长白山，山美水美，慢悠悠地坐在湖边，晒着太阳，钓着鱼。肚子饿了，随便走进一家小店，异乡的孤独在那一碗酸甜爽口的冷面中烟消云散。现在闲暇时，我会去朋友家的宠物店去照料宠物。我还专门在宠物店门口安置了一个小屋子。小的时候，我也有一只小狗，它名字叫阿豆。小时候，因为我总被欺负，它会用它的方法去保护我，上下学跟我一块儿。但是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它在笼子里，非常狂躁，所以我把它放出来之后，结果当天晚上它没有回来，我跟我爸找了一天一夜也没有找到，最后在我太爷爷坟前找到的。我们发现它在那边躺着安然死去了，这一幕很触动我。现在有能力就会免费救助流浪的小狗。希望未来能遇到爱狗狗的另一半，我们共同遇见世间美好。这个是？对，这个是我们延吉的一个特色美食打糕。打糕呢，在我们延吉的寓意是比较重的，因为它有圆形有长形。因为圆形呢寓意着团团圆圆，丰收了一年的成果。然后有的长形呢，可能是寓意着我们长长久久一起在过团圆节，一起往后的决心。哦，哇，这深夜送食物，这太棒了，这个。有吃的啦！哎呦，好想吃哦，谢谢。谢谢。好吃。我刚刚注意到这个男嘉宾啊，不知道给哪个女生送完以后，他的耳朵就变红色的了。还真是，在哪一刻还记得吗？哪个角度突然间它就红了呢？你看到谁了，你就变成个龙虾了一样。刚才非常感谢12号嘉宾。没有，应该的。非常谢谢，那边有个小沟，可能那边轮子掉下去了。哦，对，他帮了我一下，非常的感动，谢谢。是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掉，像是就像哦，所以耳朵红了。对的。你就好像卫星与地球站在相撞，在你人生掉入沟中的时候，他12号拯救了他。是的，是的。他有一个秘密基地，他有一个精神家园。他地儿还挺多的。延吉你多长时间去一次？延吉的话，一般是1年去1到2次左右。夏天去是不是特别凉快？是的，那边夏天是很棒的，很棒的。我去年6月份去的，我也在节目当中好像分享过。延吉是个小城市，但是它的美食让我大大的出乎预料。这是我当时去的，上面那个是包饭，还有下面你看那个螃蟹。那个叫板蟹哦，对的，很新鲜，又新鲜，它又便宜，所以推荐你们就是爱吃的这些妹子们，你们要上延吉去。你刚才抱的那只狗是你自己的吗？嗯，对的，是我自己的。它有一个眼神，看上去好动人的那个眼神。是的，它的名字呢叫做西瓜，它很有意思。像我工作很忙的时候，它就会安静的守在我的旁边。23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有2只小猫咪，就是养一只银渐层，一只布。然后其实就是猫猫给我带来生活改变，其实也很大。像之前我从小就是习惯锁门睡觉的，自从有了猫咪之后，我都会习惯把门就是微掩着，留一道缝睡觉。就我觉得小动物对我带来的改变还是挺大的。对的，同样对于我来说，动物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我可以把它当做成家人。我可能会有一些跟你同样的经历。11号，男嘉宾你好，我刚才有看到你的 VCR 里面提到你的职业是一个
医美的这个。对，医美人，作为一个设计师。所以想问问你，如果你的女朋友不是那么的精致的话，可能在家里面就是素颜呀、散着头发，甚至出门就是戴一顶棒球帽就出去了，你会不会嫌弃她？会不会有这种心情呢？第一，我会赞同他；第二，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提出我的小建议，然后决定权还是在另一方。好的，谢谢。看下一条。在我这20多年的人生当中，我遇到的女生都是性格刚烈、大大咧咧的，出手很重。黄世杰，陪我做实验。行啊，又去啊？由不得你，走。拜托，你这次一定要轻一点。我们是在学校食堂认识的。同学你好，我的饭卡没有钱了，可以借你的刷一下吗？可以的，那我帮你刷吧。好，谢谢。后来，女生总是去看我打球，还会给我送水。我觉得她很温柔，我向她表白了。那会儿她刚学会扎针，就经常拿我做实验。快点吧，你女朋友不及格了。而且一上来就是一个飞针。我在感情中是一个比较能包容的人，但是随着女生的行为越来越过分，我们经常吵架。我非常不喜欢大声的争吵，感情就慢慢的被消耗没了。毕业后，我在楼下遛狗，遇到了同在遛狗的他，我们两个就狗狗的话题聊了很久，互相加了联系方式，竟然发现女生也喜欢机车，共同爱好的促使下，让我们走在了一起。后来相处久了，我发现他温柔可爱的外表下，深藏了一颗强势又控制欲很强的心。在忙工作。忙什么工作呀？喂，你在哪儿呢？现在立刻马上，微信就这样，查一下共享位置。我被当作拎走了，这种心理上的挤压感让我很不舒服。最终，我提出了分手。相处中，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向女生报备我的行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做男朋友应尽的责任。但是在感情的不同阶段，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界限设置。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向彼此放开自己的空间。希望未来真的可以遇到一个温柔懂我的女生。你的这2个人女朋友就是在一起之前之后的反差是不是很大？是有的。刚开始给我都是温柔的感觉，但是到后来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得到你之后就变了。会有一些，但是我也尊重他的改变。因为刚开始的话，大家都在表现自己的一个最想让对方看到的状态，在自己相处之后，可能展现出自己的另一面。虽然说，不厌倦这种反差感，但是我希望改变之后的还是我喜欢的，以及真正对的人才是走到最后的人。14号，你好，男嘉宾。你好。你在谈恋爱前后有什么反差感吗？会有吗？会呀。我会的。我刚开始是一个看起来比较高冷的人，然后对一些事物呢是比较慢热，但慢慢接触下来，会是一个暖宝宝。对。哦。2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 VCR 中说你女朋友控制欲很强，那强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你不能接受呢？不算热恋期之前，他就做一些我不能接受的动作，就比如说我工作中有一些客户的东西，可能都需要我这边去保存一下，我会很尊重他，也希望另一半尊重我的想法，不要去做一些删除。恋爱当中，你觉得需不需要有边界感的存在？我希望是有的。那这种过程中呢，我也会在调整我。相对于前期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会慢慢放开我自己。真正到达那一步的话，我会全部的对另一半敞开的。最后一个问题，19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听到你说你因为前面的女朋友的控制欲比较强。对的。那我刚才也了解到你是做医美行业的，那我相信你的大部分客户应该是女性客户比较多。
那你如何去保持跟他们的边界感，从而达到让女朋友放心呢？所有的社交我都是第一时间对另一半敞开的。那如果他是因为你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想要的安全感，你为了满足我的安全感，希望你把这些女性的一些客户的照片或者说他的微信删掉的话，你还会删吗？我现在是事业心是比较重的，可能对另一方面我也会照顾他情绪，我会折中一些吧。好的，谢谢。最后2号有问题吗？男嘉宾你好，因为我也来自杭州，就是可能对您的很多经历啊，以及您的开心的时候和不开心的一些感受，可能更有感同身受。然后也从刚刚的一个聊天当中能感受到，其实我感觉也是比较契合的。然后我也不是那种性格非常强硬的，所以我想争取一下。好，来看智推。好，世杰的智推女生是17号刘洋。男生阳光、积极、有活力，是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行动派，温暖合群，有好胜心，感情中有仪式感，喜欢分享和陪伴，舍得付出。女生活泼开朗、率性直接，喜欢交朋友，感情中喜欢分享和陪伴。两个人都温暖、自信、有力量，善于沟通交流，喜欢3餐4季安暖相陪的生活。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假如说我们在一起之后，第一次我们约会，你会选择哪里？为什么？我可能会选择一个自然风光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就是大自然能够给我比较好的一个能量，以及我也希望能跟我的另一半能够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去一起感受这份美好。谢谢。你们刚才聊了半天湘湖，就直接去湘湖呗。我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秘密基地，就是湘湖。对的，我理解你。湘湖，无论是从景色还是从一些人文，都是很舒服的，待的。秘密基地啊。17号。我可能会选择先去吃饭，午饭或者是晚饭这样子，因为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可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饭后的话可以去散散步呀，或者是看个电影这样子都可以的。OK， 好的，谢谢。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17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可以牵手2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会选择。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17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可以牵手2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会选择自己走。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我的心动女生呢是12号，因为之前看我们的一个节目的时候，我看到12号人说自己对宠物帮助，然后做过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在我内心是比较好的。然后在我送打糕的过程中，他突然倒了，他来帮助我，真的很暖心，所以我依然选择我的心动女生12号，所以我会选择离开。
他把自己很多的真实的那个部分隐藏起来，所以在台上我也感觉他不够放松。也许真的就是把那个甜点掉在地上那一刻，哇，他表现出来那种是真实的他。有人人格力量确实有不同的方向，有很多男性他的力量就是往外，你能明显的感受到像箭一样射向外部世界，但他很显然是向内的。他身上有非常强烈明显的职业烙印。他在生活当中，他一贯保持着这种姿态的表现，包括他的着装都要给人信任度，这是这个行业对他的要求。所以你想想看，他长期保持在这样的语言习惯和外在呈现给别人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他需要什么呢？他就需要一个秘密基地，在那里他有可能是真实的自己。所以他在跟女生沟通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其实是职业烙印带给他的这种被养成的表达习惯。所以呢，也是挺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鼓励每个人在这个舞台上寻求最简单、最真实、有效的表达和沟通。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好，我叫黄俊涵，今年25岁，来自四川，目前在上海工作。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和我一起去调制香水。2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能闻香识人吗？可以，就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吧，就第一印象。好，那我就用我自己举个例子，然后我是平常是不怎么喜欢香水，但是我是只喜欢一款香水，就是茉莉花和玫瑰这2种香水的一种混合。您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茉莉花香，然后带点玫瑰，可能就是比较注重打扮自己，然后性格呢也会比较活泼外向一点。男嘉宾你很厉害。郭琦。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也非常喜欢香水，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普鲁斯特理论。他说的是，就是当人在闻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味道的时候，他的记忆中就会浮现当时他曾经闻到过这个味道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场景。然后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款木质香，我喷上它的话，我会感觉我有回到我以前下雨天撑伞，然后走路去图书馆上，然后闻到的那个树木的香气。然后不知道男嘉宾你就是喷到木质香的时候，你的记忆中会浮现什么样的场景呢？木质香我可能就是去寺庙烧香。这个香味也算吗？檀香也算的。那这个龙虾的13香算不算？嗅觉是人所有感官当中唯一一个绕过了前额叶的，就人的大脑的前额叶是负责理性思考、逻辑推断、经验，嗅觉直接进入我们的海马体和杏仁核，这2个脑区是负责情绪和记忆的。刚才郭琦也有提到普鲁斯特效应，就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唤醒一段记忆，绕过了理性系统。所以说，如果谈恋爱当中，这其实也是一个小技巧，就是如果双方想让自己的感情迅速升华的话，诉诸嗅觉是个非常好的方式，香水是其中一个途径，因为它迫使你绕过前额叶，可以营造一种跟爱情非常类似的直击情绪本能的一种感官的进入，供各位参考。咱们老师说的特别好。对。其实我今天也带了一些专门调制香水的工具，其实可以和现场的各位女嘉宾，然后一起调制香水。刘宇航。
就是女嘉宾平常喜欢什么样的味道？然后这里有什么蓝风铃啊、薰衣草啊之类的。就是今天我打算弄一个温柔一点的，就是跟我今天比较匹配的那种。青柠怎么样？喜欢平时？青柠可以啊。首先是这个要5毫升。人也真的是很奇妙，就是他这么多味道里面就会找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一闻就喜欢，哎，调好了。对，闻一下。青柠味儿，比较符合今天想要的那个味道。我们可以闻闻你喜欢的味道吗？闻香识美人一下。啊，好清新哈！哦，感觉一瓶雪碧走过来了，很清爽，很清爽。然后这个就送给女嘉宾，谢谢。谢谢。谢谢。很久很久，10年之后，刘宇航他只要闻到青柠的味道，就会想到曾经一次节目录制的时候，一个男生给他调过这款香水，这个记忆就植入在那里了。第二条，我希望不要介意我随时可能会戴着耳机。11号。大家好，男嘉宾好，我是11号女生刘畅，今年27岁，然后来自河南周口，然后目前在河南郑州工作。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戴耳机的同时，你会把耳机的另一半分享给对方吗？如果对方就是想听我现在在听什么歌，或者说在做什么事儿，我也可以把耳机分享给对方，然后让他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好的，谢谢。王梦瑶。男嘉宾你好，我想问，如果是我们一起出去约会、逛街啊、吃饭、看电影，也需要一直戴着耳机吗？那不会。好。就是我觉得2个人相处不戴耳机是对另外一方的尊重，而且还有就是2个人约会，我也不喜欢就是对方或者我一直拿着手机在玩啊这个样子。谢谢。19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你以后跟你女朋友相处的时候，比如说起争执或者起矛盾的时候，你会通过戴耳机来回避矛盾，然后假装听不到吗？不会，就是有矛盾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想的办法是去解决矛盾，而不是说去逃避，因为问题就在那儿，总得解决。跟女朋友吵架还敢戴耳机？那这个情势就立刻升级了，就变成一个态度问题。到时候就是你态度不行，要分手。对啊。来看片子。在茫茫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小世界，而我的世界有3面。第一面，推理世界的我擅长剧本杀推理，在法国读书时一手创办了剧本杀社团。我喜欢益智类烧脑游戏，观察细节，收集线索，在天马行空的重组结构。这位女士哼着歌，下班连工牌都忘了摘，这么高兴，加薪升职？不，我想她可能刚拿下一个项目，并且迫不及待地分享这个好消息。第二面是音乐世界，推理生活中的我是洒脱冷静的，但是戴上耳机的那一刻，会释放我内心最深处的情绪。工作节奏快的时候，我的耳机里会放 rap， 让气氛疯狂起来。有时也会为某个旋律而触动，一首歌仿佛讲了一整部电影。最近我的音乐软件年终报告说，在我的歌单里发现了自然与融洽，相当于谈了26场高质量恋爱。那么谈了26场音乐恋爱，也该来场真正的恋爱了。第3面，现实世界的我，从小就自己做主，我很少让自己有遗憾，也不会把遗憾留在心里。一个人去法国读研，再到如今回国工作，每个选择都会产生无数种可能。我会先倒推这件事的后果我能否接受，想清楚我就不再犹豫，不会后悔。现在我在通信公司做海外销售经理，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氛围，虽然刚刚工作半年，但是老板已经让我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渐渐步入正轨，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在公园里晒太阳，或者约上朋友走走。比起线上聊天，我更看重朋友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推开我小小世界的门，你会看到我的不同面。希望遇到合适的你，进入我们的恋爱世界。何璐，男嘉宾你好，我在你的 VCR 里面看到你说你是一个喜欢推理的人，我也是一个在生活中很喜欢推理的人，但是其实会给我身边的人造成一点困扰。就比如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可能从电影的开始就会去推断这个凶手是谁，大家就可能会觉得有被剧透的风险。请问你是会介意这种情况吗？还是有兴致跟我一起进行这样的推理比赛呢？就是如果对方我觉得他是有兴趣去跟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去讨论谁是凶手谁是好人，我会跟他去讨论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可能也会更了解对方的喜好什么的。哦，他不是喜欢推理吗？我们看一下大屏，大屏上会出现一些女嘉宾用的手机壳，你能推断出什么来？这个手机壳不是那种规整的手机壳，它就是带异形的。异形可能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可能性格比较活泼外向一点，上面写的字可能就是希望是新的一年更顺利一点。是谁的？10号。是的，男嘉宾你好，我是10号女生马庆芳，今年26岁，来自宁夏银川，目前在长沙就职于一个行政方面的职位。他对你的评价，你打多少分？可以达到9分，因为跟我现在所需求的都是一样的。再来一个。这个就是带着撞色风格，然后可能性格就是比较有个性。蝴蝶嘛，可能内心是比较温柔，希望可能他的另一半保护他。这是谁的？14号，你觉得他讲的？我觉得他讲的还挺好的哎。3号。男嘉宾你好，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嘛发展非常的迅猛，那假如在未来你拥有一个人工的智能女友，可以给她设置3条初始的指令，你会设置什么呢？设置3条。对。温柔体贴，会做饭，长得好看。好的，好的，谢谢。这个事儿我得问一下陈明。我看视频上说，现在好像有这样的机器人已经是成品，准备量产。它满足了所有的功能全在里边。你说做饭、打扫卫生，还不回嘴，也不会作。哦。你经济如果可以接受的话，你愿意买这个产品吗？我个人可能不太喜欢，就是我觉得人嘛，还是得有个性一点，得有情绪化一点，不能说按照自己设定的那个情绪，他也不会反驳我，也不会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人有自己的想法很重要。你们有没有人因为一个城市的某些特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的？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之前我在香港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边因为课程的原因，他全都安排在晚上7点到10点之间上课，以至于我们上完课之后到家把作业做完睡觉的时候，都已经到凌晨2、3点了。然后我会睡到第2天中午12点，然后再起来预习接下来的课程。我的整个上午就是从我的人生当中被移除了。对，我留学的时候也是，都是习惯晚上去赶论文或者赶作业，然后早上基本上就是找不到。之前有一次，就是我妈白天找不到我，她就很着急，她甚至在国内报了警，她以为我失踪了。4号。我以前是很喜欢吃辣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在广东读书，又在广东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发现我现在吃辣的能力越来越不行了。
就是以前是可以吃那种四川的火锅或者重庆火锅都是没问题的，然后现在一吃就会嘶哈嘶哈，感觉口味会有点变了。对，就是清淡口味吃久会这样。我现在吃辣也不太行，虽然我是个四川人。好，看下一条。所有的谜题当中，爱情是最复杂的一个。当我尝试去分析和推理，我发现逻辑的背后只剩下心动和默契。第一段恋爱呢，是他的主动开启了我们的可能。那天聚会结束，他很直接地对我表白了。这是我第一次被女生告白，这么突然我不太能接受，但他似乎很认真。我想可以先从朋友开始相处。我生日那天，他送了一个手工礼物，很漂亮。这么复杂的手工，他一定做了很久。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用心。他会每个月给我写一封手写信，看到那用心的一笔一画时，好像有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女生这样对过我。我觉得女生都做了这么多了，作为一个男生就没有什么好犹豫了。我决定和他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大半年，渐渐发现生活中有很多没有办法磨合的事情，继续下去只是在互相消耗，于是我们选择分手。后来在法国留学时，我认识了另外一个他，看到他的第一页，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相处中，我能感受到我们是相互吸引的。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但他拒绝了我的表白。没关系，你也没有必要立刻答应，我们可以慢慢来。我还如同往常一样约他吃饭、逛博物馆、听演唱会。2个月后，我鼓足了勇气，再次向他表白。这次他说出了他的担心，他担心他恋爱时会变得很敏感，但是我向他保证，他敏感，我神经大条，刚好我们很合得来。就这样软磨硬泡了3个月，他被我打动。恋爱时我会给足他安全感，他不舒服，不管多晚，我都会随叫随到。他想逛一逛，不管多忙，我都会挤出时间陪他。但是后来我们异地了，异地恋中关怀与温暖无法送达，我们没抵过异地的距离，分手了。你觉得女追男和男追女哪个更难？我觉得男追女会更难，因为女孩子都会比较脆弱和敏感，需要更多的真诚才能打动她们，才能让她们敞开心扉。每个人谈起恋爱时都有自己的雷区是不可触碰的。我觉得恋爱初期一定要讲清楚各自的禁忌，我保留的坦率可以让彼此更加信赖。希望找到合拍的人，我们不求朝朝暮暮，但求心有灵犀，谈一场有新鲜感和空间感的恋爱。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追女和女追男，你觉得男追女会难一点？对这个观点，你们有没有不同的看法？陈小旭。虽然大家都说女追男隔层纱，但是我觉得可能女生和男生之间，他们还是有一些就是本质上的不一样。可能女生会更感性一些，然后男生的话他会偏理性一点。就可能有一个男生，我哪怕不是很喜欢他，但是他很真诚，然后很热烈的追求我，我也有被打动到。就是那个男生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特别是晚上，然后就上头。他还挺懂得晚上容易上头。下次表白晚上12点以后容易成功，但是第2天早上就反悔啊。其实可以把这个问题改一个问法，不是女追男，男追哪个更容易？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异性对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对方很主动、很热情地表达了强烈的爱意，并且对我很好，你会愿意开始吗？就还是就是得先相处一下，就是说。对，那相处一下，那就是可以开始。对，可以。1号。
男嘉宾你好，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你很喜欢的女生，你会一直追，一直追，一直把她追到手为止，还是说追一段时间，然后觉得某一个点触动到你了，然后我就放弃了呢？我应该偏向于第二种。那如果就是你喜欢这个女生，她对你一直很高冷呢？很高冷，就对，他愿意高冷，那就高冷，那就见面次数少一点。好，谢谢。刚才有一个话题，恋爱中的小禁忌。嗯，你碰到的是什么？感觉自己没有去做什么对方的雷点呢，但是对方也不愿意跟我讲他为什么生气，然后他就不说话，然后我得你就把这个总结为禁忌。对，就是得讲清楚。哦，何璐，想问一下男嘉宾有没有总结一下原因，就是你的推理能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失效了呢？对呀，可能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没有给他夹菜，或者说就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小细节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我在恋爱的时候有什么禁忌是别人不能碰的，分享一下。郭琦，就是我有一个禁忌，就是千万不能拿分手来做要挟。就如果男生在跟我谈恋爱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吵架了，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发脾气的说了一句今天要分手，那就必须是分手。所以你千万不能非常轻易的把这2个字就是挂在口边的这样子。这事容易吧？对，这事儿我也不喜欢，是对方把分手挂在嘴边，动不动就分手。那个22号，我跟你分享一下，你大可不必把它作为你的一个禁忌。99%的男人是不会把分手挂嘴上吓唬人的，这是相当一部分女生的爱好。原来我是男人思维。啊，对。但是男生是很讨厌这个的，动不动每天得分手7、8次。像你这样，我认为是一条好汉。你既然说分，你今天就必须分，你今天不分，我都看不起你。哎，你这是男人思维啊，所以不必为此焦虑。最后一个问题，3号。男嘉宾你好，那我很好奇，你在恋爱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禁忌的事？哎，你得把它说出来啊。对啊。会有，可能未经我允许去翻我的东西。被翻过什么东西呢？翻柜子啊，或者说翻手机啊这些。哦，翻过你柜子是吧？对。俩人一起过日子，翻柜子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喜欢翻柜子的系列啊。最后留灯的2号，有问题吗？对，我没有什么问题，想了解的都了解了。直推女生，王清涵的直推女生是郭琦。说分手就分手是吧？男生性格豁达外向，爱交朋友，感情中炙热浪漫重感觉。女生呢，知书达理，礼貌周到，自信淡定，有好胜心和上进心。感情中炙热有活力，浪漫重情，也是在一个人的空间。两个人属于一静一动的组合，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享受甜蜜的2人世界，也可以给各自空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我想问的就是说，就是2个人单独相处的过程中，性格是怎么样的？是那种相敬如宾的，还是说会古灵精怪一点？就是我可能外表看起来是一个比较高冷、比较冷冰冰的样子，然后但是如果我是处于一段关系中的话，我可能会跟这个人就是有一些比较孩子气的互动，就会表现出跟我整个人完全不同的一种性格，这样子会比较活泼、古灵精怪这样。男嘉宾你好，我的话生活当中，2个人相处是属于那种日常都是非常活泼的那种。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22号有可能被拒绝，你可以牵2号走，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
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22号有可能被拒绝，你可以牵2号走，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的决定是，我还是相信大数据给我的选择。选22号。对。来。哇。来，22号。首先就是非常感谢男嘉宾能够坚持。我刚才推理了一下，我感觉就是以你的性格，可能也会就是选择坚持就坚持大数据。他推理对了。对对。那你们俩可以未来一起推理啊，对吧？刚才有看到男嘉宾的 VCR， 就其实有一条我是比较介意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对你有好感，然后你可能有一点点心动，但是没有特别心动，你会选择就是继续再接触下去。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果断的人吧，我可以说，就是见到这个人，我跟他有没有故事，我可能第一眼就决定了，就我会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够坚决吧。其实男嘉宾还是挺好的。谢谢谢谢。好，很遗憾。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谢谢收看《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